一个孩子先在家庭中成长，然后再进入社会，这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是真实的顺序其实更复杂，社会的价值、运作方式、等级秩序以及所谓的正常人模板，早就通过父母进入了家庭。父母不是凭空管孩子，他们是在用自己已经接受的社会现实来改造孩子。在东亚，对于大部分父母来说，他们会坚信一个普通人在外部世界里的权利很少，面对单位、领导、制度、学校、医院、亲戚舆论，他几乎没有真正的议价能力。尤其在面对上位者时，他们不太相信规则会保护一个人的周全，也不太相信外部世界会为一个普通人改变。他们更相信一个人越能理解上位者的意思，越能接受人格裁量，越能提前修正自己，生活就越安全。所以大部分东亚家庭教育的核心并不是让孩子幸福，而是让孩子变得更容易在这种支配结构里存活。换句话说，他训练的不是一个自由主体，而是一种高度可支配、低摩擦、低风险的社会角色。这个角色有一套很具体的模板：稳定、懂事、圆滑、不出头、会察言观色、能忍受委屈、能理解上位者、能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父母们相信，越接近这个模板，一个人和社会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低，被惩罚、被排斥、被孤立的风险就越小。这个模板并不是东亚父母凭空发明出来的，这是他们从社会现实里总结出来的生存经验。所以孩子身上每一个不符合模板的部分都会被父母看成风险点。太敏感是风险，太独特是风险，不听话是风险，不愿低头是风险。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不是一个逐渐拥有主体性的人，他更像是一个长期的风险项目。东亚父母与其说是在养育孩子，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做风险管理。但问题是，如果把一个人当作风险项目来管理，那么这种管理是永远没有终点的。成绩好了还有工作风险，工作好了还有婚姻风险，婚姻好了还有生育风险，生育好了还有下一代的教育风险。哪怕现在无可挑剔，还有未来的风险。风险永远可以被想象出来，所以孩子永远可以被持续修正。就这样，孩子被长期当成了一个没有完成还有风险需要修正的项目。父母们不断指出他的不足，甚至把他们想象出来的风险提前要求孩子修正，于是孩子永远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这种环境让一个人长期相信，我必须继续改造自己才有资格被承认。在这里，其实好不好本身不是终点，而是东亚家庭中的孩子往往被训练成必须永远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这就是残缺感的来源。但说到这里，如果只得出东亚家庭有毒，东亚父母太苛刻，控制欲太强，那么结论又太扁平了。更重要的是，东亚社会的父母如果脱离家庭放到社会中，他们本身也是被人格化裁量塑造成残缺的，需要不断自我修正的人。在单位里，他们被塑造成永远不够好的员工；在学校评价里，他们被塑造成永远不够称职的父母；面对权力，他们被塑造成永远没有完成服从义务的被支配者。一个人在外部世界长期要求自我修正，回到家以后就很容易把这种自我修正的要求转移给孩子。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整个东亚社会都在制造被支配者的这种残缺感，那么为什么来自家庭的塑造会成为孩子最强烈残缺感的来源？原因就在于家庭是最早把人格裁量的运行逻辑安装到孩子身上的场所。在很多东亚家庭中，孩子很难拥有对等的申诉空间。懂事、稳定、成熟、正常这些词看起来来自于社会，但是实际的解释权却常常掌握在父母手里。也就是说，父母觉得你不懂事，你就是不懂事；父母觉得你不稳定，你就是不稳定；父母觉得你太敏感，你就是太敏感；父母觉得你不正常，你就是不正常；父母觉得你让他们担心，你就必须要调整自己。你解释，他们可以说你顶嘴；你反驳，他们可以说你态度不好；你沉默，他们可以说你不听话；你保持边界，他们可以说你翅膀硬了。你只能按照他们的主观标准来不断改造自己，这就是人格裁量的逻辑。它没有清晰规则，所以你永远无法真正的完成任务；它没有固定终点，所以你永远是个需要听父母话的孩子。
而家庭中的人格裁量之所以特别强，是因为它很少以赤裸裸的支配形式出现，它通常被包裹成爱、经验、担心和为你好。因此，当一种家庭权利正当性来自于生养之恩，依附于父母权威，又被爱和责任不断加固。更重要的是，他从一个人还没有形成判断能力的时候，就开始垄断他对世界的解释。那么，这种家庭权利就可以伪装成亲情内部的关心和教育，把一种人格化支配的运行逻辑直接嵌入一个人的最底层。但是，这并不是说父母就是为了单纯控制你，而是因为他们太清楚外部世界如何运行，太清楚一个讲规则、自我、不服从上位者的人会在这个社会中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以才会把这种运行方式提前带进家庭，并在家庭里提前训练孩子接受这种现实。所以，为什么东亚父母总是觉得孩子不够好？表面上好像是在说一个家庭教育问题，实际上是在说东亚家庭把服从人格当成孩子必须学会的一种被支配者的生存技能。孩子必须知道上位者可以定义自己，标准可以移动，自己没有完整的申诉空间。当上位者不满，就必须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然后自我修正。因此，老师说你不够自觉，领导说你不够成熟，公司说你不够负责任，社会说你不正常，婚恋市场说你不合格，这些外部评价之所以能够这么快的变成自我怀疑，正是因为家庭早就训练过这种反应。这就是残缺感教育真正可怕的地方，它并不是单纯的打击孩子的自信，而是提前把被支配者的位置安装进了孩子的判断系统里。等他进入学校、单位、婚姻和社会权力关系时，外部世界就不再需要重新训练他，只要对他说一句你还不够好，他就会开始修正自己。但是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孩子并不是完全无辜的，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很有可能复制他们的父母，因为一旦接受了人格裁量的逻辑，对抗服从的方式就很大可能变成我要成为上位者。因此很多人嘴上反对父母，但实际上他真正反感的是自己处在下位者的位置。一旦他进入婚姻、生育，成为家长，那种天然的权威会很自然的使他站到支配者的位置上，他会把自己曾经承受的东西重新解释成教育经验，继续传递给下一代。